行行好，蛇口饭吃，一文不嫌少，三文不嫌多。街头，一大一小两个乞儿坐在一间杂货铺门前角落，对着过往的路人乞讨。我家这孩子已经3个月没有吃东西了。行行好，小二已经3个月没吃东西了。谢谢。有人吗？来了来了！哇，你们？我就是这家铺子的掌柜。我就是这家铺子的小二。少年名为谢凌云，他天资聪颖，6岁悟道，只不过他领悟的仙道很偏门。哈哈，财源广进一步登仙，顺顺利利之道，简称财仙道。财仙之道在他的身体里开辟出了一个独立空间，这个空间世人一般叫灵海，用来凝聚修为灵力的。可是正常人的灵海被他用来装银子，我这个装银子的灵海就改名为财海了。如此一听就很富有。他只要往里放银子就能变强。财仙道的原则之一，银子是万能的。财仙道很厉害，只要有钱。很可惜，他没有钱。药材再高一点，够不着。住嘴！咱们商量商量，别吃银子了好吗？可是小二不吃银子，肚肚会饿。面前的小女娃就是谢凌云悟道时在财海中诞生出的本命灵物。一个活人。小东西喜欢吃银子。没有银子其他也能吃，只要是贵的。生吃也不用煮一煮，生吃应该会很硌牙，少吃点啊！我财仙道的原则之2，该省则省，该花也省。我的原则是该吃则吃，该省也吃。等到哪天老爷我养不起你了，就把你丢了。云云才不会。云云，咱们什么时候去进货啊？铺子里东西卖不动，该进些新货了。咱们哪有钱进货？100两银子只能让天地劈下一道雷，劈一个土匪头子，与天一法太贵了，一点都不划算。季历9400年3月，念9日未开张，小东西要吃银子，没给，好开心，又省10两。季历2月3日上山进货，与天一法，天雷术劈了盗匪头子，花费100两，抢回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价值未知。10天不许吃饭了。3天。好，云云别伤心，等明日那个客人来拿了朱砂，咱们不就有银子了吗？有2400两呢。对哦，我都忘了。云云的道法太费银子了，咱们得省着点花。还是得想办法去大城市做些大买卖。去大城里做大买卖，可是云云不是还要等云云的师尊吗？谢凌云一顿，愣了许久。今朝是何年何月？季历9400年3月30日。一大一小，两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忙着做买卖，竟然忘了时间。要不是小东西忽然提起一嘴，我都要忘了自己还有个师尊。想起我那个师尊，就浑身起鸡毛。怎么办？云云的师尊要回来了，小二和云云的好日子要没了。莫慌，等明日把卖朱砂的大买卖做掉，咱们就跑路。好耶，云云，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吧，我去把货架都搬到财海里去。入末，在古城的街头建起了城，街头的人群开始散去。一道身影走入了城中，踏上了街头。他的身躯摇摇欲坠，步履所过之处，在雨中的街头留下了道道暗红。小掌柜，我的朱砂可准备好了。客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要朱砂。客人要的朱砂我早已备好。客人，银子呢？城外五里坡。什么意思？银子在城外5里坡吗？客人，你说话了，你该不会是想要赖账吧？云云，客人死了吗？没死，不过受伤很重，看样子是与人刚交过手。而且客人是外乡人，找我们买的又是黄纸和朱砂，
黄纸和朱砂只有一个用途，俘虏。而城外五里坡应该有他的同伴，银子或许就在他同伴的手里。那咱们要去城外找他同伴拿银子吗？个人遭受了追杀，那他的同伴很有可能也遭遇了袭击。我们这个时候去找他同伴，很有可能会被卷入其中。可要是咱们不去拿银子，这个买卖岂不是就亏了？去拿银子有危险，不去拿银子血本无归。去拿银子，要是情况不对，咱们就不要银子了，直接跑。那咱们把铺子一起带上吗？咱们跑路的时候还能遮风避雨。带上带上。刹那间，整间杂货铺凭空消失，被收入了财海之中。扛着两人走入了夜幕之中，朝着城外五里坡而去。师姐，我的弟子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没什么好看的啦。长老们不让你收弟子，你就自己偷偷收了一个。要不是我发觉你不对，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不过我都3年没见过他了，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。为何3年未曾见他？因为长老们不许我收徒啊，他们说我会误人子弟。为何是3年不见？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长老们的弟子每天揍一顿。我相信不出3年，他们就会因为受不了而答应让我收弟子，这样我就能直接把小凌云带回山门了。所以现在长老们答应让你收弟子了？没有。这是谁家的铺子拆了，就剩下的地基？我家的铺子拆了，我家小凌云真的走了吗？还带着铺子？你当年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？客人，好消息，找到客人的同伴了。坏消息，2个客人都昏死过去了。没有银子。好吧，更坏的消息，2个客人身上都没有银子。那就可能是他们身上有跟云云的财海差不多的地方，银子放在里面了呢。必然如此。这下怎么办？咱们也没有银子把他们救醒。雨天一法倒是可以救人，但是我们只剩100两银子了。除非用铺子里的那些东西直击雨天一法。是的，凌云的雨天一法不只可以用银子，还可以用其他东西直接雨天一法。但是在天地法则眼中，财物的价值只有财物本身其物的价值。打比方，一幅名画可以换100两银子，可是若直接用来雨天一法，在天地法则的眼里，便只是一张纸，只值无几。那不行，这样也太亏了。好吧，那怎么办？要不先把他们带回铺子藏起来，等他们醒了，给我们银子，再让他们走。不行不行，云云的师尊要回来了，咱们还是要跑路的。对，不能回去，师尊姐姐会玩死我们的。不能回去，师尊姐姐会玩死我们的。想起过往，凌云和小东西都莫名有些心酸。你是仙女姐姐吗？需不需要指路？只要1两银子。我想要找一个弟子，你能给我指路吗？一个弟子在哪？没听说过啊。小娃娃，你爹娘呢？我没有爹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天庭饱满，有仙人之姿，想不想做神仙？我叫凌云，不知道爹娘是谁，所以没有姓。如果做神仙能赚银子的话，那我做。然后他的噩梦就开始了。那个自称师尊的姐姐把他带离了那个村子，给了他一本修炼道法。可是某一天忽然又把他一个人丢在了路上，几次差点饿死。好在开始修炼的凌云，在6岁那年于谋财活命的流浪路上悟出了财仙道，入道后有了自食其力的本事。然后他那个便宜姐姐师尊又出现了。哎呀，不错，终于悟到了。师尊姐姐可不是不管你，这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悟道。可后来凌云才知道，他应该是有事走了1年。我能对他做什么？他可是我的挚爱亲传，关门弟子。哼，我是把他丢在了半路上，
可那也是因为遇到了大长老，不能让长老们知道我偷偷收徒，我就只能先自己跑回山门。可我出山之后就找他了呀。再说了，若非如此，他哪能那么快入道？后来他生病，我还亲自回宗门为他取药医治呢。什么药？好像是三长老为自己炼制的延寿丹，我偷了一颗。他当时应该只有6岁吧，给他吃延寿丹，他竟然还活下来了。那延寿丹，三长老自己都只敢以功化开之后分3日服下。自然，当时的小凌云吃药差点就被毒死了。可是师尊姐姐立马找了一个折寿的法子，说是能对冲延寿丹药力，便是带着他去挖了10几个仙灵之木。6岁那年，小凌云在床上瘫了1年，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。师尊姐姐觉得他的小东西一点用都没有，想把小东西练成真的本命之灵。小东西被折磨得半死，也没成功。凌云也受到了牵连，又病了1年。8岁那年是凌云活得最快乐的1年，因为师尊姐姐又回山门了。他用师尊姐姐留下的钱买了铺子，开始做些买卖。9岁那年，师尊姐姐回到铺子。小凌云，我觉得你的财仙道有古怪，现在你财海里没有银子了，你试试强行与天一法，让我看看。然后强行用了与天一法的小凌云受到大道反噬，一身生机被天地法则抽得几近殆尽。那是他离死最近的一次。那个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或许真的会死。为了救下小凌云，师尊姐姐又偷来了延寿丹，然后又带他去挖了几座仙灵之木。想要活着，就得远离那坑徒弟的师尊姐姐。虽然师尊姐姐很坑，但是凌云和小东西都知道，师尊姐姐只是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而已。那次大道反噬，凌云第一次看到他那无所不能的师尊姐姐，着急落泪。他慌乱回去偷药，那短短的出门之路，却几次摔倒。他会为他讲做人的道理，他会因为凌云被人欺负而去把对方全家揍一顿。他说他叫刘夏，是落下刘洪的意思，是这青仙州最厉害的人之一。他说他是他的关门弟子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他。他不喜欢凌云叫他师尊，更喜欢凌云叫他师尊姐姐。他喜欢为凌云弄来各种他从未见过的宝贝，喜欢给凌云找很多好吃的东西。他长不大，永远都只能那个模样。师尊姐姐很好，但是要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如果被凌云的师尊抓到，咱们会被玩死的。只能等客人醒来，等他们给咱银子，咱们就跑。跑去哪？扬州吧。找到了，杀了。与天一法，千里疾行。那妮子居然还有这么忠诚的随行，必须要追上他们，不可留下活口。雨阁这妮子的行踪被我们机缘巧合得知，得到他便可向雨阁换取机缘，如此良机不可错过。咱们马上要没银子了，没了银子，我们很快就会跑不动。没办法了，2位客人，你们欠我的可大了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与天一法，就死无伤。是。客人，为了救你们，我可是下了血本。当然，我不是为了银子，只是单纯的想要救你们。不过银子也不能少，眼下还是希望客人能够尽快出手。追杀你们的那些人还在后面，朱砂我带在身上，快画符箓，弄死后面那些人。多谢小掌柜相救，只是我如今修为跌落，暂时画不出能够阻敌的符箓了。啊！小掌柜，你的大恩文竹无以为报，丢下我，带我家小姐跑吧。若是不行，自己逃命吧。此事本与你无关。不行，你银子还没有给我，财爷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这里面还有2000余两，便结了小掌柜的买卖。朱砂的买卖是结账了，我救你们还花了数千两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你们还没有结清呢。可我们身上也没有再多的银子了。客人，你发誓，若是我们今日成功逃离，小爷今日所有用掉的银子，你都要双倍还给我。好。接着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如此，那这2000两银子便一次性用掉吧。客人，你可知道有什么阵法亦或是术法可困杀敌人吗？
关天景，即便我眼下传你，你却也来不及学了。小掌柜，自己逃命去吧。今日之后，你们欠我8000两银子，可别忘了。雨天一法。关天景。关天景吗？好人有好报，他又学会了一个术，一个他永远都不会再舍得用的术。打了一架，身无分文了。这是关天景？难道不是？完全不是，阵法顾名思义，应该在地上出现，而不是在天上。最为关键的是，他分明不会关天景，前一刻还在问，后一刻只知道了名字就会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修为？是吗？我还以为就是这样的。两位客人，你们应该不会赖账的吧？不会，掌柜放心，我们眼下遇到一些麻烦，等麻烦解决，一定会还给掌柜。小二，我们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银子，等拿了银子，咱们继续去扬州做买卖。好耶！不好，他们身上有通灵之气。小掌柜快闪！你的意思是他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才跑了？不然呢？他肯定是不想要我这个师尊了。不对，你隐瞒了一些东西。你说的这些理由，在我看来，并不足以让你的弟子舍你而去。既然他要走，也早就走了，他为何要在如今你回来之前才走？你知道我有忘川之谋，可观天下本相，或许他的身上有一些你不想让人看到的真相。师姐可真是平时话少，这会儿话又多了。还有你说的过往太细致了，细致的就像早已串通好的说辞。今日是3月30日，3月最后1日，烟花3月下扬州吗？要死了吗？可是我还没成功。村长爷爷，乡亲都还没有回来。人影背对着凌云站了许久，这一天发生了很多，可凌云却似从未像眼下这般失落。小心火烛！为何明明是下雨，那打更人却还是喊天干物燥？我又麻烦你们了。不碍事的。布局谋算的事情，你并不擅长。我并未说谎。其一，你为何会放心一个刚入道的孩子，独自数次在外游历？以你的心性，哪怕长老们再不应允，你也会强行带回山门，而不是把他放在这里3年。其二，以你的聪慧，如今准备悄悄地把他安排进山门，给他找一个假师尊带他。可这个主意，你3年前就应该想到的，之所以放在如今，应该是你想到了办法，需要3年的时间准备，来隐藏他身上隐秘的办法。白衣女子的额头浮现出了一道仙纹，那道仙纹旁若沟通着世间的一切真相，未其会于眼眸之中。其三，我不信一个人入道所凝聚的本命之灵会是一个活人，若真的是人，必然有其缘由。其四，你说你在初次寻到他后，因路遇到大长老而将他丢在了路上1年，我不信一个6岁的稚童能独自在这诛仙征法的世间活过1年。灵都天监之位，要不然是你做呢，我都没发现，居然还有这么多问题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一个6岁的稚童到底要拥有怎样的执念，才能悟出才仙之道？与天谋财，不如说要与天争一些什么。那一碗百家饭吧。这气息，该死，出了什么变故？不碍事的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你身上带着咱们一村的希望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你还小，往后的路还长着，何必忧这1年半载？凌云失落的点了点头，似有些自责，更多的却是苦涩。我该回去了，不能久待，我身上的气息太重了。好，
茫茫雨夜，只剩下了凌云和小东西二人。地上的中年受伤濒死，而少女也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。老人的出现，他们并未看到。这位前辈，奉天敕令，代行6道之序。你是谁？为何能看到我藏起的魂魄？原来那个筑基强者虽死，却在死前以不知何法将自己魂魄藏在灵气之中，才会对我发起杀机。你是？生于天地，归于天地。多谢前辈出手，若前辈无事，晚辈先行拜别。我名浅苏，为灵都天监，我观天地大道，以天算命，代行6道之责。送弥留在世间的厉鬼离去，也是我之责，所以你不用谢我。嘿嘿，还是要多谢前辈。若非前辈出手，晚辈今日恐将被这恶人魂魄所害。只是晚辈还有要事在身，前辈大恩，来日再报。只是这里还有厉鬼的气息，所以前辈觉得晚辈或者家妹也是厉鬼。不像，但是你的身上确实有极其浓郁的厉鬼气息，你作何解释？凌云低眉，他无法解释。他身上确实有极其浓郁的厉鬼之气，那是因为他的财海之中住着许许多多的亡魂，这是他的秘密。除了小东西，世间再无人知道。因为他是厉鬼养活的孩子。师尊姐姐，这是我的师姐浅苏，也是你的师伯。师伯，师姐，这就是我的那位弟子凌云。师姐不是想知道我到底隐瞒了你什么吗？等我说完，师姐你便能明白一切。7年之前，那里有什么？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天庭饱满，有些人之资，想不想做神仙？如果做神仙能赚银子的话，那我做。为何要赚银子？因为村长说银子是万能的，所以我要赚很多很多银子。赚很多银子做什么？因为我只有用很多很多银子，才能从天帝的手里把大家的性命都换回来呀。有厉鬼的气息。不是厉鬼，大家不是厉鬼，你不是好神仙，我不要跟你学做神仙了。那小村之中走出了一个个人，似满村之人都走了出来，只是那满村之人却尽是厉鬼。请上仙，带凌云离去吧。我们终于等到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小凌云走出这无人的群山，而小凌云也终于可以活下去了。爷爷，乡亲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其实凌云一直都知道，陪在凌云身边的都早已不是活人了，不是吗？否则凌云又怎么会想要把大家的性命都从天帝手里换回来呢？是啊，他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只有他一个活人。我们这个村名为发财村，族人尽属皆是仙修，似乎是死亡让我们忘了太多的事情，隐约之中只记得似曾经有一个什么东西从天而来，落在了此处，赐我等修炼之法护着我们，而我族便世世代代守在这里。凌云是我们从林中义凶兽口中夺下来的孤儿，无名无姓，村中许久未曾有幼童将士，便将他养在了村里，起名凌云。只是半年前，村中不知出了什么变故，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死去，我们忘却了自己是如何死去的，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好在那日凌云贪玩去了村外，未在村中，故而未曾遭劫。我等不知为何明明死去，却魂魄不散。然我们也不放心凌云独自一人留在这里，便以厉鬼之身装成毒网欲养。只是凌云太过聪明，只是一眼他便知道。他明面上装作不知，只会在夜里独自一人时，才拿出他为数不多的银子看了又看。曾经他问我为何叫发财村，我说钱财有万能之力。许是他记住此话，才有了想要于天帝手中买回大家性命的想法。故而我们引上仙来此，欲托遗于上仙。你们又如何确定引来之人会善待于他呢？我们没有办法了。凌云的体内已经蕴含了太多的死气，虽我们为其压制，可再下去，他终将也会死。他吃百家饭长大，是无足仅剩的香火。发财一族，总要有人活着。
爷爷，我们不求上仙能够收他为徒，只求上仙能够将他带出凌渊。我们相信以凌云的机灵，他独自也能活下去。好，我没有收他为徒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他今日起便是我的亲传。多谢上仙。那你们呢？或许我们要一直等到那个我们已经遗忘却守着的东西，直到他也死去或者离开。我叫刘霞，是落霞刘红的意思。我是这青仙州最厉害的人之一，往后我就是你的师尊了。不过我希望你要叫我师尊姐姐。我叫凌云，爷爷说是粉丝服我凌云志，我自踏雪之山殿的意思。我想要赚很多很多钱，从天帝手里换回大家。在刘霞回山门之后，一道不知是什么的幽影裹挟着一尊厉鬼融入了凌云的体内，一直护着他长大。再后来，凌云6岁那年独自在山下悟了道，而在凌云悟出了才仙道后，凝出了彩海，只是他身上的死气却不知为何依旧无法散去。他的师尊姐姐还不知道，村中的残魂们不知被什么东西带进了他的彩海之中。于2年前他经历的一场死劫时苏醒，并救下了他，而小东西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了说话和走路。你说的这个弟子之事，我便不管了。不过还是要约法3章：其一，他悟出的道法古怪，往后随他的修为提高，其中必然会有所发现，到时候不论发现什么，都不可再隐瞒于我。好，或许到时候可能还需师姐相助。其二，你从书楼偷出来的玄门符箓之术，不可让他学。既然只是为了隐瞒他的死气，我可传他另外一则玄门道法。这是我自身所修的玄法，你可安心习之。既然学了，便用心学。我要你往后每过3年，都要来一次灵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也觉得我不会带弟子？第三，我要你3年后来灵都时，至少要有结丹修为，在那之前不可破身。你是想要？这个可以，到时候凌云也就16了，也是年纪了。哎呀呀，小凌云，师尊姐姐终于找到你了。凌云师尊偏心，小二也要抱抱。哎呀呀，凌云长高了这么多呢，都不可爱了。小二没长大，小二还可爱。师伯他很厉害吗？青仙州内，他凌驾于众生之上，不过单论打架，他打不过我。可是3年要到结丹，这得赚多少银子才能与天一法到结丹境界啊？不怕，咱们回山门之后，有的是办法。不去扬州了吗？不去了。这是师尊姐姐我从山门偷出来的玄门道法，是曾经传言之中的一个大人物留下的，很神秘，你学了就能瞒下死气的来源，如此便可回山门了。可是师伯不是说不让我学这个吗？别听他的，他当年自己想学，只是没学会罢了，后来不知怎么悟出了自己的玄法，就说这个卷仔的玄法有问题，别管了，你2个都学就是，反正对你而言就是花些银子的事情。咦，雨阁的人。雨阁是什么？雨阁是扬州的一个山门，势力与咱们山门差不多大，只不过听说近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门中叛乱，宗主一脉被自家人散尽，山门易主，这种族姓宗门就是内斗多，看来这个就是雨阁那个成功出逃的雨阁。小公主为弱了，雨阁的老宗主与我有些故交，我也不好看着他们这般死去。师尊姐姐要帮他们吗？他们的伤势有些重，我准备先带他们回山门，让他们先在山门安顿下来。你要尽快学会玄门道法，半个月后的拜入山门的登山考核上，我会给你安排好。那我如果在登山路上惹麻烦怎么办？随你。云云，咱们没有银子了，师尊姐姐也没有给咱们，没有银子，云云就学不会玄门道法，学不会玄门道法，咱们就上不了上门。你刚才怎么不说？因为小二也是刚想到。这个是灵器，拿出去卖给那些修士，应该能卖1000两。好吧，800两。滚开，别挡道！他们好没有礼貌，明明是他们差点撞了我们。
他们那个马车得值多少银子啊？好想要，可惜不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这么有钱？为什么我这么穷？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云云，你的样子好难看哦。天道不公，好气！走吧，找个地方把铺子放出来。800两银子也不知道够我学多少，先学哪个呢？全天之道，借天之力，掌道之源，代行天责，奉天敕令。好霸道，把自己视作天道之令，所行一切皆为天命。全心之道，天地无责，大道无缘，世间无法，红尘无序，奉心敕令，所行皆允。这是哪位疯子前辈悟出的道法？简直是张狂到没边。在这个道法的眼中，世间的一切都可视若无物，没有天地，没有仙道，没有法度，没有规则。只要是心中认可，世间无不可行之事。以心为引，奉无敕令。这个玄法所求的乃是摒弃天地大道，自掌一切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道法根本不需要奉行什么敕令，无自为令。先学哪个呢？一个是借天地之力，简单好用；一个是以自身为力。可世间修为皆是容天地灵力化修为而成，可自我修为本身又有多少力呢？以自身之力又能有多大用呢？我的修为都是从天地手中等价交易来的，便不再属于天地，而是属于我自身。我先借天地之力，等自身修为足够后，便能以自身修为之力了。这完全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道法啊！我两个都学，但是玄心之道先放着不用。谢谢报告，这个少年用800两银子与天意法，将两本功法都学会了一点。经过多次测试，终于找到了与天意法性价比最高的施展方式。财爷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妍妍，小二，我找到财仙道最省钱的用法了。财仙道乃是直接让天地降下术法，所需财力与降下的术法相当。可我已与天意法画相应的符箓，所需消耗的财力只是画符箓这个简单的事情本身。就比如咱们用与天意法画符箓，就像是用银子换皇帝老儿的军服，咱们自己拿着军服去叫官兵为咱们打架，买军服很便宜，甚至咱们可以自己手搓假军服。呀，这样的话就便宜好多了。就是给你10两银子，你给我画一张能够命令你去干原本你要100两银子才能干的事情的符。没错没错，这样干不会遭天谴折寿吧？没事，师尊姐姐有延寿丹，真折了咱们再补回来。卖护身符了，好用不贵的护身符，只要200两银子。用与天意法画符箓，100两银子能画8张护身符，也能画10张引雷符。1张护身符卖200两，8张护身符就能卖1600两。1600两，咱们继续画护身符，如此下去。木炭化成的符箓有何用？你这个护身符有用吗？很有用呀，不信你买一个，让宁宁打你一顿试试。哦，有道理，那我就买一个。公子，咱们还有要紧事，可不能浪费时间在此。哎呀，王伯就让我买一张试试嘛，又不贵，等我上了青洛山，或许也用得到啊。万一我上不去，回家也可以抗2下老爹的揍不是。本想要当老者面试试符箓的效果，可是终究还是没舍得浪费1张符箓。宁宁，为什么没人买咱们的护身符啊？这些人都是想去走登山之道的，急着去拜入仙门，对咱们的护身符不感兴趣。那咱们也先去登山吧。又是这个马车。凌云也有些生气，他又被这辆富贵的马车刺激到，只是他依旧没舍得用符箓，一张张符箓便是一堆堆银子。那些人就是青墨山的弟子吧？好美，是我见过除了浅苏师伯外最好看的女子。难道长得好看也是修炼天赋？穷泉师姐差不多了。今日青洛山收纳外门弟子，所来之人皆可一试。3日之内，只要走上登山古道，便可成为我青洛山外门弟子。
登山之路崎岖凶险，其中自有许多考验，希望尔等不要勉强，我也不想为你们说诗。启登山之路。一瞬间，所有人感到自己的肩头仿佛压上了一座大山，万钧之力压在身上，每一步都极为艰难。玉器府，哈哈，可以做买卖了。兄弟，要斧子不要？200两银子一张玉器符，轻松上山，享富贵生活。滚！我要靠自己实力。切，他怎么那么轻松？我见到鬼了，他还背了一个人。他还背了一个人，是人作弊，青罗山不管吗？任何登山之法皆可，你先前没听到。你若有福禄，你也可以。看来是师尊姐姐真的安排好了，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管我。咱们先试试玉器符能不能让我们通过这个考验。